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原來如此。今天我們要來和大家分享的話題是揭露這些假福音。那麼今天呢，我們可以在網絡上看到很多關於福音類的節目。最近幾年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就是 AI 制作的節目越來越多了。網絡上不管是哪種題材的節目，一下子就多了很多 AI 制作的內容。因为今天網絡方便， AI 可以幫你寫文案， AI 可以幫你生成視頻， AI 可以做你一切你想讓它做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只要是有一個創意，或者給 AI 提出幾個問題， AI 就可以幫你賺錢了。網絡上這類的攻略也很多，同時這些網絡平台也會把我們這些人所制作的節目讓 AI 去分析，讓他們去學習。所以今天的 AI 並不是因為它有多強的思考能力，而是它掌握了眾多的資源，它用它的大數據把你所提出的所有的問題都能夠在網絡上進行一個匯總，然後給出你一個答案。那麼其他的行業我們不了解，關於基督教信仰類的問題，我們也經常會用 AI 嘗試的去讓它回答，但是我們卻發現很多 AI 所回答的關於基督教信仰類的問題其實都是錯的。為什麼它是錯的呢？因為它所收集的素材就是錯的。有一些來自基督教網站的文章，更有呢來自今天眾多的視頻類的節目。如果是一些不懂的人在網絡上胡說，被 AI 所學習到了，那麼我們可以去怪這些人。但很遺憾的是，今天很多的所謂的福音類的網站，他們中間的很多文章其實就是錯誤的。也就是說，今天在教會界，很多問題，連最基本的真理性的問題，都是存在偏差和錯誤的。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也就是很多人在你的教會中聽你牧師的講道，本身你牧師說的就是錯的，所以你學習到的也是錯的。那麼在這個彎曲悖逆的時代，我們該怎麼辦呢？雖然我們對教會的信心不大，但是我們仍然對我們的神要有信心。所以我們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把我們所掌握的，我們所認識到的關於很多真理性的問題跟大家分享。我們前面的節目中跟大家分享過關於加拉太書中使徒保羅說，如果有人傳不同的福音，他們就該受咒詛。那麼不管是人傳的還是天上的使者傳的，如果不同，那麼都是該受咒詛的。這句話我們怎麼理解？人傳錯謬的福音，那麼很多時候或者是自己心術不正，或者呢就是為了錢財。那麼天上的使者，所謂天使，也會傳不同的福音嗎？那這裡邊我們要提到的就是，其實這個時代有很多人是假借着天使的名，比如像伊斯蘭教，比如像摩門教，他們都聲稱是受到天使的指引，所以呢，他們在地上傳他們的東西。那麼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不容置疑，他們所傳遞的就是一種錯謬的信仰，這是非常可怕的。那麼加拉太書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它的背景是怎樣的呢？我們讀聖經要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要知道聖經中當時在說什麼，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怎樣去延伸到今天的生活。那麼加拉太書的背景就是使徒保羅建立的這個教會之後，發現一段時間以後，這個教會裡邊有人在傳跟他當時告訴這些個會友們所不一樣的東西。那麼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信耶穌就能夠得救。這裡邊的信並不是相信的意思，而是接受的意思。你要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
那麼你就是一個得救的人。那麼有人當時在加拉太教會中傳遞另外的一個思想，就是說你信耶穌了，不一定能夠得救。得救的標誌是在於你是否行了割禮。那麼什麼樣的人在傳遞這些信息呢？就是傳統的猶太教皈依過來的基督徒，也就是猶太裔的基督徒。那麼猶太人本身是守律法的，守律法之後，有人向他們傳福音，他們知道他們所等待的彌賽亞就是耶穌。所以當猶太裔的人轉過來成為基督徒的時候，他就覺得律法仍然是要守的，守律法加上信耶稣，這才是得救的。但是呢，当时的教会裡面有很多的外邦人，那麼這些外邦人是不守律法的，他们就提出来，那麼這些外邦人你要先成為猶太人，再成為基督徒，你才能夠得救。所以他們主張外邦人要想信耶穌，也要行割禮，守律法。這就是當時保羅所提出來的不同的福音的背景。也就是從聖經的角度來說，不同的福音指的就是當時的傳統的猶太裔的基督徒要求外邦基督徒行割禮這件事情。所以聖經是有所指的，因為保羅覺得耶穌基督的救恩是白白給的，耶穌基督的救恩是没有任何的附加條件的。神是因為愛世人，雖然人是悖逆的，但是神仍然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得救。所以耶穌基督的救恩跟你受不受割禮，行不行律法，那是沒有關係的。也就是說，人的得救和行律法沒有關係。那麼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一個人成為了基督徒，他覺得行律法也是很好的，那麼他自己要求行律法，也就是說他的個人行為，他希望自己能夠行律法，可不可以呢？當然也是可以的。但是行律法的人不能夠說沒有行律法的人就是不能夠得救的，這是一個基本認知。今天很多的靈恩派教會，特別是一些極端的靈恩派教會，要求信徒一定要有聖靈的印記，要求他們一定要說方言，甚至組織弟兄姊妹在一起學習如何說方言，甚至到了一種如果不說方言的話，他們就說你沒有受聖靈。如果一個基督徒沒有領受聖靈，那還是基督徒嗎？所以他們的理論就是，如果你不說方言，相當於沒有領受聖靈，沒有領受聖靈，那就是還沒有得救。這就跟加拉太書中所提到的這一段有一定的相關。也就是傳統的猶太人說沒有行割禮，那就是沒有得救的。到了今天，一些極端的靈恩派教會提出，如果不會說方言，那就是沒有得救的。這就是讀聖經的第二層，知道聖經原文在說些什麼，然後可以把這種真理應用到今天，知道今天的教會還在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同樣，今天有一些教會也在傳導大家要守安息日，要不吃豬肉，要這樣要那樣，要學習猶太人。那麼這就跟加拉太書中當時所傳遞的錯謬思想是很相關的。一個基督徒的得救與不得救跟律法並沒有關係，而今天很多的教會所傳遞出來的思想就是你要有一個證據，你要有一個印證，證明你是一個基督徒，證明你是真正信主的。所以聖經中所描述的初代教會中的一些問題，今天的教會仍然是存在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在向大家所傳遞的思想，傳遞的真理，傳遞的福音就是錯謬的。今天很多的事情其實和真理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總有一些人把一些次要的問題當作主要的問題來討論。最近的一期同在頻道中，我們跟大家討論了關於偶像的問題。其實很多人連偶像這個最基本的概念都還沒有搞清楚的時候，就在跟大家說這個是偶像，那個是偶像。你所傳遞出來的東西本來就是錯謬的，那麼你把這些錯謬的東西告訴別人，所帶來的危害也是巨大的。今天還有人提出一個概念叫做無形的偶像，把人際關係、家庭關係，甚至有人說今天的家長太在乎孩子的思想，太娇慣孩子，什麼事情都以孩子為中心，說這也是偶像崇拜。甚至有網絡上的文章提出了當今世界的10大虛擬偶像。那麼具體是什麼我沒有记住，反正就是它可以無限的延伸，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歸結於偶像崇拜。那麼跟同事之間搞好關係，跟上下級搞好關係，跟親友搞好關係，在自己的家庭和你的配偶、父母、孩子搞好關係，一切的一切，包括你的事業、你的錢財，把這些東西都說成是無形的偶像。但是聖經中有無形的偶像這個概念嗎？並沒有，這都是人創造出來的東西。今天的基督徒已經把偶像這個詞嚴重的濫用了，把什麼事情都說成是偶像。如果說今天的孩子是家長的偶像，那麼家長會在孩子面前祈禱嗎？會祈求孩子讓他們工作順利、身體健康，把孩子像神一樣的去敬拜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們完全就已經把偶像這個詞的定義和聖經剝離開了。就像我們所說的，如果你崇拜一個人，崇拜一個明星，做一個追星族，這是偶像崇拜吗？如果你沒有把他當作神，如果你沒有在他面前跪下來祈求，說接下來家庭的財富、你的事業都求這位明星來保守，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你只是喜歡他，你只是崇拜他，你只是希望了解他更多的事情，這怎麼會叫做是偶像崇拜呢？很多人對川普總統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覺得不理解，然後說川普雖然是個基督徒，但也是一個罪人，也是個有瑕疵的基督徒。其實很多問題完全沒有必要上升到偶像崇拜這個概念。就算他張揚一些，就算他口無遮攔，就算他希望很多人能夠崇拜自己，這又有什麼錯呢？這個世上又有多少人把川普當成神來拜呢？所以這件事情跟偶像崇拜完全沒有關係。難道基督徒活在世上就要做到完全的不食人間煙火嗎？基督徒不能有自己欣賞的政治人物嗎？基督徒不能有自己喜歡的明星嗎？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的，這些事情跟聖經的真理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更談不上什麼偶像崇拜。所以我們做一個基督徒，我們讀聖經，聖經在說什麼，這是必要的。如果你連聖經中最基本的真理都不知道，那麼你被人帶偏，你被人忽悠，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當然有人這個時候會說自己讀不懂聖經，讀不懂聖經怎麼辦？你就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去祈求，去禱告，求神給你智慧，求聖靈幫助你。這件事情人沒有辦法，但是神一定有辦法的。即便你所處的實體教會，如果是傳道人的能力有限，那麼你也可以通過網絡來補充你的知識。那麼網絡上自然是魚龍混雜，所以你要有一顆能夠分辨的心，知道哪一些網絡節目是可以看的，
哪一些網絡節目是不可以看的。但為什麼很多錯謬的東西往往流量還很高，很多人願意看呢？當然，人都是有罪性的，而那些錯謬的東西往往就是迎合了人的罪性。所以基督徒要明白，如果人想分辨善與惡，這是極其危險的事情。你只有明白神眼中的善與惡，這才是你的智慧。所以基督徒要求的並不是讓神站在你這邊，而是求自己能夠站在神那一邊。今天呢，就分享這麼多。原來如此，我們下期見。